這扇門前面堵着一條長63公尺多的斜坡隧道，隧道不是空的，是被10条从南往北一层一层塞滿的，总共39层，10条多少塊？公開資料的說法是，光是平面裸露的部分就有410塊，39層全部加起來約8000塊。有說法指出，每一塊重約1到2噸，10條與10條之間兩端都凿出燕尾形的凹槽，卡進鐵栓板，把左右鎖死，上下每3層再打孔穿進鐵棍，把纵向也串起來。最後一道工序是把融化的稀鐵漿液順着石縫倒進去，冷卻凝成一整塊。唐朝末年，有人調動40萬大軍上山找這扇門，挖出一條40多公尺深的大溝，沒找到。五代時期，一個把唐朝帝陵幾乎挖遍的職業盜墓者來過，史書在這一欄只給他留了5個字：風雨不可發。民國初年，有駐軍帶着真槍實彈在山上炸了很多處，同樣沒找到。前後1300多年，這扇門一次都沒有被打開過。可是1958年11月27日下午，一個上山採石料要去修公路的農民隨手放了一炮，把它炸出来了。1960年2月，乾陵發掘委員會正式成立，4月3日动工，5月12日，整條隧道清理完畢，39層封石亮得清清楚楚，門就在盡頭，伸手可及。然後呢？然後一紙批示下來，鏟子放下，隧道原樣封回去。從那一年封到今天，整整66年。所以乾陵這件事跟大部分人想的不太一樣，它不是一座找不到也挖不開的墓，它是一座已經被摸到門把，已經成立了發掘委員會，已經把人手和方案都排好，然後被人親手按下暫停鍵的墓。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先給这篇取3個名字，後面會一直用到。那條被39層10條塞死又灌了鐵水的隧道，我們叫它鐵柱門。1958年那個農民為了修公路放的那一炮，我們叫它公路炮。至於1960年把整支考古隊從山上叫下來的那個理由，它有名有姓，我們叫它定陵賬單。鐵柱門、公路炮、定陵賬單，這篇的骨架就是這3個詞。先講鐵柱門有多稀有。唐朝在關中一共留下18座帝陵，習慣上叫唐18陵。這18座裡面被翻過、被掏過、被挖到只剩空殼的是17座，完整的只剩1座，就是乾陵，也就是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合葬墓。替這份名單畫上句點的是5代時期一個叫溫韜的人。新五代史寫得很直白，他在镇7年，辖區裡的唐帝陵幾乎被他挖遍，連唐太宗的昭陵都沒能幸免。昭陵被打開之後，墓室裡是石床，石床上是鐵匣，鐵匣裡裝着古書和鐘繇王羲之的字。史書說那些紙墨拿出來還像新的一樣，全被溫韜取走，之後散落民間。中國書法史上最有名的那樁懸案源頭就在這裡，這個我們先前專門聊過，不贅述。而在同一份名單上，乾陵那一欄旁邊就是那5個字：風雨不可發。意思是他去了，遇上大風大雨，沒挖成，走了。這裡先攤開第一個反方，後來的學者對這段記載是有保留的。有研究指出，以溫韜實際控制的地盤來看，他未必真的挖遍17座，那個數字可能被史書放大過。17這個數是史書的說法，不是考古一座一座清點出來的。但反過來說，不管是17座還是少一點，唐帝陵在那個年代被大規模盜掘這件事本身沒有爭議。而在所有版本的名單裡，乾陵永遠是那個沒被劃掉的名字。再往前推一點，還有一個規模更誇張的失敗案例。唐朝末年，皇朝的部隊在關中活動，按照史料與地方志的說法，他調了40萬大軍去挖乾陵。40萬是什麼概念？那個年代一場足以決定王朝命運的會戰，兩邊加起來也未必湊得到這個數，等於是把一支能夠攻下首都的軍隊整個撒在一座山頭上，就為了找一個洞口。他們挖出了什麼？挖出一條深達40多公尺的大溝，這條溝到今天還在梁山上，當地人就叫它黃巢溝，40多公尺深，換算大概是44層樓的高度。一條以失敗者命名的溝，在山上躺了1000多年，這大概是所有盜墓失敗案例裡最尷尬的一種紀念碑。你挖不到東西，卻替那座山多留下一道地形。想象一下那個工地
沒有挖土機，沒有炸藥，40萬人手上只有鏟子、鋤頭跟籮筐，一鏟一鏟往下切一座山，切出10幾層樓的深度。這種工程量放到今天是要動用重機具的等級，他們用純人力做完了，而且做的是一件完全无效的工。然後呢？沒有然后。40万人挖穿了一整面山坡，就是沒挖到墓道口。有說法指出，他們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偏了，主力挖在梁山主峰的西側，而真正的隧道口在主峰南面的半山腰，差的那幾百公尺讓40萬人白挖了一整季。這個說法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能夠完全證實，但結果是確定的。皇朝溝在，門沒開。這裡再攤開一個反方，40萬這個數字本身也很可能是史書的修辭。古代兵書上的人數常常灌水，真實投入的人力也許少得多，可就算把它打對折，20萬人挖出40多公尺深的一條溝，還是沒找到入口。這件事的荒謬程度一點都沒有減少。到了民國初年，還有一批人來試過。有記載提到，一名駐軍將領以保護林區為名，把部隊駐紮在乾陵，用真槍實彈演習當掩護，動用了將近1個師的兵力，在山上炸了很多處，結果同樣是沒有找到墓道口。至於後來流傳的那些版本，說墓道被炸開之後天色驟暗，說狂風捲起濃煙，說士兵當場吐血，那些都是民間傳說，未經證實，當故事聽就好。真正經得起查的只有一句話，他們也沒挖到。所以問題來了，從唐末到民國前後1000多年，有職業盜墓集團，有40萬大軍，有正規軍隊帶着炸藥，全部無功而返。鐵柱門到底藏在哪裡，又硬在哪裡？先講藏。乾陵在陕西省咸陽市乾縣的梁山，離西安西北方約85公里。梁山有3個山峰，最高的北峰海拔約1050公尺，陵墓就修在北峰的山體裡面。唐朝帝陵有2種蓋法，一種是挖土坑筑墓室，回填之後再堆封土；另一種是直接在山體裡面凿出洞室，叫做依山為陵。唐18陵裡有14座是依山為陵，乾陵是其中之一。這件事對盜墓的人來說是災難。土堆起來的封土堆，你看得到邊界，順着邊往下掏就行。可是整座山都是它的封土堆，你要從哪裡開始？陵園本身的規模，南北長1450公尺，東西兩邊分別長1582公尺和1438公尺。也就是說，光是陵園的範圍就是一片超過2平方公里的山地。要在這麼大一片山裡找一條寬不到4公尺的斜坡通道，還不能鬧出太大動靜，這已經不是體力活了，這是幾率問題。皇朝那40萬人等於是拿人海去賭一個坐標，他賭輸了。好，現在講硬，這是整件事的核心，也是鐵柱門真正的樣子。1960年4月3日到5月12日，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對乾陵地宫的隧道做了一次正式清理，這是1000多年來唯一一次有人真正量過這扇门，量出来的數字就是開頭那一串。隧道全長63公尺多，南寬北窄，平均寬度將近4公尺。整條隧道被10條從南往北一層一層堆滿，總共39層。39層，這是第一個要記住的數字。63公尺是什麼概念？大概是2節半的捷運車廂首尾相接的長度，走路半分鐘就到底。問題是這63公尺不是拿來走的，是要一塊一塊拆的。而有說法指出，每一塊石條重約1到2噸，也就是說，你每前進一步都得先搬走一台小客車重量的石頭，而且是在一條寬不到4公尺、沒有機具、沒有照明、頭上還壓着一整座山的斜坡通道裡搬。石條的數量，公開資料交代得很清楚的只有一半，平面裸露出來的那一批數得出來410塊。39層全部加起來，常見的說法是約8000塊，那是推算，不是一塊一塊點過的，所以比較保守的講法是數千塊起跳。8000塊是什麼概念？就算你安排一組人一天搬走10塊，也要2年多才搬得完，而且那不叫搬，因為每一塊都被鐵水粘在鄰居身上，你得先把它拆下来。但真正狠的不是數量，是接法。這些石條不是疊上去就算了，每一塊石條的2端都凿出燕尾形的凹槽，2塊石條並排，
中間卡進一片燕尾狀的鐵栓板，把左右鎖死。這還只是橫向，縱向怎麼辦？上下每3層之間打孔，穿進鐵棍，把上下也串起來。最後一道工序是灌漿，不是灌泥浆，是把融化的吸鐵漿液順着石縫倒進去，冷卻之後，那39層石條、幾千塊石頭、上千根鐵栓凝結成一整塊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有人先蓋了一道39層樓高的牆，把路堵死，再把整道牆焊成一根實心的金屬柱，然後把它塞進一座山的肚子裡。你不是在挖一扇門，你是在拆一根跟山長在一起的鐵柱。鐵柱門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。而且你換個角度想想这件事，要把這根鐵柱做出來，得先把幾千塊石條一塊一塊運上半山腰，一塊一塊鑿出燕尾槽，一層一層往裡碼，中間還要現場生火，把吸鐵融成漿。這不是封個門，這是在山肚子裡蓋了一棟樓，蓋完再把它焊死。那為什麼要做到這個地步呢？因為當年封門的人非常清楚一件事，會有人來。他們不是在防小偷，他們是在防一支軍隊，防一個朝代結束之後幾百年裡所有可能上山的人。所以鐵柱門的設計邏輯從第一天起就不是關上，而是永遠不要打開。它不留鑰匙，不留機關，不留任何一条可以逆向操作的路。你想進去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把它拆了。這件事後來被證明是有效的，太有效了，效到1000多年後，換成自己人想進去，也一樣得把它拆了。而且這個工法不是考古隊挖到才知道的，史料早就寫過。乾陵地宮的封門方式以石封門，於石隙間鑄鐵固定。1960年那次清理，等於是隔了1200多年，把史書上的一句話在現場1比1驗了出來。史書說有，現場真的有。還有一件事，那次清理順帶確認了，整個隧道周邊沒有找到任何盜洞，沒有任何擾動的痕跡。這句話讀起來很平淡，分量卻很大。它等於用考古的方式蓋了一個章。唐18陵只有乾陵沒被盜，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。現在把時間軸接回公路炮，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扇門會一直這樣躺在山肚子裡的時候，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。1958年11月27日下午，陝西乾縣涼山的半腰上，一個姓賀的農民點燃了那天的最後一炮。他不是在盜墓，他是在炸石頭。那年西蘭公路要復修，工地缺石料，附近村民就上山開採，一天放好幾炮，是再普通不過的活。炮聲響完，煙散開，山坡上散落着幾根被震飛出來的石頭。可是那幾根石頭不對勁，它們不是山裡爆出來的碎岩，是人工打磨過的長條石，一面平的像桌子，上頭還刻着字，而且石條跟石條之間居然還連着像鋼筋一樣的鐵條。消息一層一層往上報。同年12月，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人進駐陵區，勘察地形，開始鑽探，順着那幾根條石往下追，第一次確認了地宮墓道門與隧道的位置。這是整件事最荒謬的地方。40萬大軍挖了一條40多公尺深的溝沒找到，一個師的兵力帶着炸藥沒找到，職業盜墓的溫韜連昭陵都掏空了，在這裡只留下風雨不可發5個字。結果最後把門口翻出來的是一個要去修公路的農民隨手放的一炮。這個幾率有多離譜？陵園範圍超過2平方公里，隧道口寬不到4公尺，你可以把它想成在一整片山坡上找一張門板，而且門板還埋在土底下。40萬人拿人海戰術去輸，輸不到；一個師的炸藥去炸，炸不到；一個要石料的農民把炮眼打在那一天的那個位置，一炮下去，剛好把最外層那批條石掀上天。而且注意一個細節，他撿到的不只是石頭，石條跟石條中間還連着鐵條。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單看一塊平整的長條石，你可以說那是誰家拆掉的舊建材。可是石頭跟石頭之間焊着鐵，這種東西山裡不會自己長出來，一看就知道底下有工程。換成是你在山坡上炸出幾根帶鐵的刻字石條，你會怎麼判斷？大概也只能往上報，而這一報就報到了一支考古隊的頭上。1960年2月，乾陵發掘委員會在陝西成立，經過初步發掘，確認被炸的地方就是地宮墓道。4月3日，視掘正式展開。到5月12日，那條63公尺多的隧道被清理出來
39層封實的結構被完整記錄下來，門就在盡頭。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，然後停了。停的原因是一份文件上的一句話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乾陵發掘計劃上批示，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，此事可以留作後人來完成。20個字。接着國務院發出指示，要求全國帝王陵墓目前先不要发掘，把力量集中在工程地区的搶救清理上。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据此研究決定，停止對乾陵地宮的發掘，工地收攤，隧道回填。從1960年到今天，整整66年。這裡要停下來說明一件事，不然很容易被輕輕帶過。成立一個發掘委員會，在當年不是開個會而已，那代表編制有了，人有了，經費有了，方案批了，工地搭起來了，連怎麼記錄怎麼編號都排定了。換句話說，1960年那個春天，乾陵這件事已經走完了所有需要簽字的環節，剩下的只有一個動作，把最外面那層石條搬開。一支已經站在門口的考古隊被一句話叫了回去，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不常見。通常的情況是挖不到、挖不动，或者沒錢挖，很少有挖得到、挖得動，方案也準備好了，然後決定不挖。那為什麼呢？這一刀砍下來的理由就是定陵賬單，而且它就發生在乾陵停工的前4年。1955年10月4日，郭沫若、吳晗等人聯名提交了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。注意，原本鎖定的目標不是定陵，是明成祖的長陵。長陵的入口一直找不到，队伍才決定先拿旁邊的定陵練手。1956年5月，定陵開始視掘，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一次由官方主動發掘的帝王陵，而且是在先拿一座小的試試看的心情下開始的。這件事本身就值得停一下。原本要挖的那一座找不到門，於是隊伍轉頭去挖旁邊的另一座，理由是先練練手。等於說定陵從一開始就不是主角，它是被拿來當範本的那一座。而練手練出來的結果是什麼？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，這座被拿來練手的墓最後反過來決定了所有帝王陵的命運，也包括乾陵。工程進度是這樣的：1957年9月19日，打開玄宮那扇重達14噸的大石門；1958年5月24日，開啟萬曆皇帝的棺椁；1958年7月，地宮清理完成，前後2年多，出土文物3000多件，衣冠服飾、袍料匹料、宮廷器物、喪葬遺物，其中光是絲織品就數以百計，很多是傳世品裡從來沒見過的品類。順帶比一下，一扇14噸的石門跟乾陵那39層灌了鐵水的封石比起來，其實是好對付的。定陵的門是推得開的門，乾陵的門是焊死的門。而1960年在乾陵，考古隊面對的是難度高一個量級的对手，卻依然已經走到了門口。他們不是被石頭擋住的，問題出在出土之後，當時的文物保護技術跟不上，那些在地下密封了300多年的絲織品，一接觸到空氣，很短的時間內就開始碳化、變硬、脆裂。有報道描述，萬曆皇帝的龍袍後來已經碳化碎裂，失去原貌，而且出土之後，這批文物被放在定陵地面上幾排老舊的平房庫房裡，沒有恆溫，沒有恆濕，年復一年，損壞持續累積，一直到2014年底前後，這3000多件文物才陸續遷進新建的地下文物庫房保存。據報道，那座庫房花了3000多萬，也就是說，從1958年出土到重新入庫，中間隔了56年。這56年是硬生生耗在不合格的保存環境裡的。另外，帝後的棺椁與遺骨最後也沒有保存下來。原本的金絲楠木棺椁被當成廢料清出地宮，遺骨在後來的年月裡也毀掉了。這一段沒有轉還於地，而且它跟技術好壞無關，那不是空氣的問題，那是東西出土之後地面上的人怎麼處置它的問題。所以定陵賬單其實分成2半，一半記在空氣頭上，一半記在保管頭上。定陵的教訓當時就有人看懂了，郑振铎、夏陵2位文物與考古界的前輩上書國務院，請求立即停止再批准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。這個意見被接受了。把時間排在一起看，這條因果線非常清楚。1956年定陵開挖，1958年清理完成，而絲織品大量損毀。同年11月，乾陵墓道口被公路炮炸出來。1960年，乾陵發掘委員會成立，
視覺、教廷。前一座墓的失敗直接鎖死了後一座墓的命運。講到這裡，必須把最強的反方攤開來講，因為這件事真的有兩邊，而且主張挖的那一邊理由並不是好奇。第一條，東西可能真的多到難以想象。有陸媒引述文物專家的保守估算，乾陵地宮裡的陪葬品至少有500噸。這個估算的依據是史料，唐高宗下葬時，陪葬品的價值據記載約當國家財政收入的1/3。20多年後，又有一批大量的金銀珠寶送進去。另外，唐高宗生前留下交代，要把他生平珍愛的書畫一起帶走。500噸是個推估值，不是清點值，這一點要先说清楚。但即使打对折、打3折，量級也已經很嚇人。500噸是什麼概念？一輛滿載的大貨櫃車，連車帶貨，大約40噸出頭，500噸等於10幾車。定陵那次挖出3000多件文物，就已經是考古界震動的規模了，而那批東西的重量遠遠到不了500噸。如果那個估算哪怕只對一半，乾陵地宮就是唐代物質文明最完整的一次現場封存。第二條是那件所有人都在想的東西。有一種長期流傳的說法認為，蘭亭序的真跡就在乾陵地宮裡，理由是唐高宗與武則天都極為推崇王羲之、王獻之的字。但這裡要非常誠實，這個說法完全未經證實，目前還沒有任何實物或文獻能直接指向乾陵，它只能算傳說，不能算線索。一件連在不在都不知道的東西，不該被拿來當成挖一座陵的理由。第三條比較現實，據報道，以考古學者石興邦為代表的一批專家，從1990年代中期起，連續多年提出發掘乾陵的建議。他們的論點是，主動發掘可以在完全受控的条件下進行，時間、人力、設備、方案都由你決定，總比等到山體變化、地下水滲入，或者哪天真的出事了才被動搶救要好。這3條放在一起，聽起來相當有說服力。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斷？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。那反方怎麼回？回得非常短。文物專家謝晨生的說法是，不能拿乾陵的文物當試驗品，不能急功近利。另一位專家黄景略主張，再過幾十年，等科技發達了再開挖。而定陵那3000多件文物，就是試驗品這3個字最具體的注腳。這裡也要誠實的講一句，反方的反方。有人會說，技術是在進步的，難道要等到永遠嗎？今天的實驗室環境跟1956年比，已經是2個時代。這個質疑是成立的，也沒有人能保證再等幾十年就一定夠。但問題在於，這種事沒有第2次機會，一座墓打開就是打開了，錯了不能關，回去重來。所以判斷的標準不是技術有沒有進步，而是有沒有進步到可以承擔一次不可逆的操作。這2件事差得很遠，那能不能折中一下，只開一個小孔，先把探測儀器伸進去看看？聽起來很聰明，可惜鐵柱門沒有替你留孔。要把任何東西伸進去，第一步都是先拆掉一部分石條，而拆掉的那一部分永遠回不去。更關鍵的是，地宮裡那團被封了1300年的空氣也會在同1秒鐘結束。所謂的小孔其實就是開門，只是開得比較慢而已。當年開挖定陵的人也不是不懂考古，也不是不愛文物，他們同樣有計劃、有方案、有一整支專業隊伍、有國務院的批准，結果還是那樣。所以反方真正的論點不是乾陵有多神秘，而是一個很冷的技術問題。你有沒有把握讓一件在地下密封了1300年的絲織品或紙本書畫，在接觸空氣之後還活着？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人敢說有。而且這個問題比一般人想的更刁鑽，它不是挖出來會不會壞，而是壞的有多快。定陵那些絲織品不是放個10年8年才出問題，是接觸空氣之後很短時間內就開始崩。等於說，從你把门打開的那一刻起，時鐘就開始倒數，而現場的人可能連把東西完整搬出去的時間都不夠。更麻煩的是後半段，定陵那批文物在老平房裡放了幾十年，真正的教訓不是庫房蓋得不好，而是另一件事。發掘不是終點，發掘是把責任從地下轉移到地上。地底下密封了幾百年的環境，穩定的驚人，不用電，不用人，不用預算。你一旦把它挖出来，就得用人力、電力、經費，永遠替它維持那個環境，一天都不能斷。
乾陵地宮如果真有500噸，那就不只是500噸寶物，也是500噸永遠不能斷電的責任。這才是留作後人來完成那句話真正的技術含義。不是後人比較聰明，是後人手上要有一套能把那個時鐘按停的技術。而且這件事後來被寫進了規則裡。1997年，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，明確指出，由於文物保護方面的科學技術與手段等條件尚不具備，對大型帝王陵寢暫不進行主動發掘。2012年1月，有媒體報道稱，相關部門正在研究是否對乾陵展開大規模考古勘探。乾陵管理單位出面否認。據報道講了一句話，短期內不說，至少在50年內，乾陵的發掘絕不會提上桌案。從2012年往後推50年，是2062年。也就是說，就算今天有人拿出一份完整的技術方案，按照官方口徑，這個話題本身都還沒到可以上桌的時候。所以武則天墓沒人敢挖，這句話講的其實不太精確，不是沒人敢，是規定不準。而規定的源頭就是定陵賬單，真正被鎖住的不是那座山，是所有人手上的鏟子。那麼66年來，乾陵是不是完全沒有給出過答案？也不是，答案來自它旁邊那17座陪葬墓。乾陵的陪葬墓一共17座，包括2座太子墓、3座王墓、4座公主墓以及大臣墓。從1960年到1971年，其中5座被發掘了：永泰公主墓、張懷太子墓、懿德太子墓，還有中書令薛元超墓和燕國公李錦行墓。這5座墓交出來的東西相當可觀，出土三彩俑、器皿、金銀飾品、彩繪陶器等文物4300多件，100多幅墓室壁畫，以及1500平方公尺的石果线刻畫。光是張懷太子墓墓室壁畫就有50多組，面積將近400平方公尺。馬球圖、刻史圖、觀鳥捕蟬圖，這些唐代繪畫的代表作都是從那裡出來的。但這裡有一個對照非常關鍵。永泰公主墓1960年8月6日開挖，一直清到1962年4月16日。在第5和第6個天井之間，考古隊發現了一個早年的盜洞，盜洞裡還躺着一具人骨，推測是盜墓者本人。懿德太子墓1971年7月2日開始發掘，墓道西側有一個長60公分、寬40公分的盜洞，東西兩側第4天井的隨葬品被搬得一乾二淨。張懷太子墓1971年7月挖到1972年2月，過洞第3天，井旁邊有一個長70公分、寬60公分的盜洞，後室棺床上的陪葬品全部被盜走。看出來了嗎？連陪葬墓都逃不掉。這些墓的規格比帝陵低，封門比帝陵簡單，一個一個被鑽了洞。而主陵那條隧道39層石條，燕尾鐵栓板，灌了稀鐵漿。1960年清理的時候，周圍找不到任何盜洞。這就是鐵柱門的成績單，它旁邊的每一扇門都被打開了，只有它沒有。至於乾陵地面上那些能數的東西，倒是一直大方地擺在那裡。朱雀門外那2塊碑是整座陵最直觀的重量。无字碑用一整塊石頭雕成，高7公尺半，寬2公尺出頭，厚將近1公尺半，重將近99噸，是中國歷代碑石裡體量最大的之一。7公尺半是什麼概念？差不多是2層半樓房那麼高，而且是一整塊石頭，不是拼起來的。近100噸的一塊石頭，在1300多年前怎麼從採石場切下來，怎麼運上梁山，又怎麼立起來？這本身就是一道還沒被完整回答的工程題。至於碑面上為什麼一個字都沒有，那是另一個題目。它對面的述聖祭碑，高度同樣是7公尺半，每一面寬將近2公尺，重量將近90噸。碑上刻着5000多個字，據記載，每個字的刻痕裡都填過金粉。再往北是那61尊波陳像，代表唐朝時期歸附或往來的各族首領與使節。東邊29尊，西邊32尊，每一尊背後原本都刻住國名與人名。今天你去看，會發現他們幾乎都沒有頭。1556年那場關中大地震把其中大部分震損，這是目前比較被接受的說法之一。也就是說，乾陵地面上的石頭被地震震過，被風雨磨過，被人搬走過，地面下那39層一次都沒被動過。那今天呢？1961年3月，
乾陵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2024年5月，依托永泰公主墓建立的乾陵博物館獲評第5批國家1級博物館。同年12月27日，文化和旅游部把咸陽市乾陵景區確定為國家5A 級旅遊景區。那一批一共19家景區，現在有博物館，有文創館，有數位沉浸式體驗館，還有虛擬實境設備。近幾年的工作重點是遺址公園建設、司馬道邊坡防護，還有2塊碑的保護性設施，全部都在地面上。而遊客能夠真正走進去的那座地宮，是一座仿唐的複製品。你買了票，走進去，看到的是根據唐代貴族墓的規制推想出來的樣子。真的那一座還在山裡，還封住，就在你腳底下幾十公尺的地方。而每隔一段時間，兩岸媒体就會再做一次乾陵地宮的專題。這些專題排在一起看，講的其實都是同一件事：學者如何推測地宮可能的樣貌。注意那2個字，推測。因為官方禁止對地陵發起主動發掘，研究者手上沒有现場，没有實測，只能拿已經發掘的唐代貴族墓資料，拿前後朝代地陵的結構去反推乾陵裡面長什麼樣。所以這類文章不管開頭寫得多熱鬧，結論永遠停在同一句：千年之謎待解。換句話說，到今天為止，人類對乾陵地宮內部的了解跟1960年5月12日那支考古隊收工那天相比，沒有實質增加。66年多的是推測、模型、虛擬實境和複製品，少的是那扇門後面的第一手資料。回到公路炮，那個姓賀的農民不知道自己炸到了什麼，他只是想弄點石料去修公路，但那一炮的運氣抵得過40萬大軍一整季的挖掘，抵得過1個師的炸藥，抵得過溫韜7年的職業手藝。1000多年來，所有想進去的人都失敗了，最後把門找出來的是一個完全不想進去的人。而更妙的是，门找到之後，發掘委員會成立了，隧道清乾淨了，39層石條，4000多塊燕尾鐵栓、吸鐵漿全部量清楚了，然後我們選擇把它蓋回去。所以乾陵挖不開這句話，嚴格講是不成立的。它挖得開。1960年那個春天，只要那份計劃繼續往下走，今天大概早就能在博物館裡看到裡面的東西了，或者看到裡面的東西碎成什麼樣子。真正把乾陵封起來的，不是39層石條，也不是灌進石縫的那些鐵水。石條擋得住黃巢，擋得住溫韜，擋得住1個師的炸藥，就是擋不住1960年那支已經站在門口的隊伍。擋住它的是4年前那3000多件文物，是那些一見空氣就碳化的絲綢，是那句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。一座墓的失敗，換另一座墓多活了66年。目前看來，這筆賬算得不算虧？